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留学而归，推开门，一个不熟悉的女子站在那里，她的腹部明显隆起。我尚未开口，她已用审视的目光注视我。接着，她朝房间内高声喊道：“沈小艺，有个不认识的小姑娘找你。”沈小艺是指我小叔吗？小叔闻声从房间里快步走出，看到我后，急忙上前介绍：“啊，这位是我侄女琪琪，琪琪，来见见你小婶。叔叔、婶婶，你们好。”我挤出一丝微笑，礼貌地打招呼。小婶这时才放松了警惕，侧身让我进入屋内。小叔急忙将我拉到次卧，并关上门，低声地向我解释，原来他结婚时，小沈的家人坚持要有一套婚房作为条件，否则就不同意这门婚事。我父母在外地经商，这套新房装修后就一直空置着，于是便借给小叔作为婚房使用。小叔脸上满是恳求的神色：“琪琪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小叔。这间次卧你先住着，等你小婶生完孩子，我们马上就搬走。如果现在告诉他这房子其实不是我的，我担心会对他的情绪产生影响，对胎儿也不好。”小叔比我大10岁，小时候经常带我玩耍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。虽然我心里有些不快，但想到他也确实不容易，毕竟年纪也不小了。小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当然希望你能过得好。等小婶生了孩子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一定会送上一份大礼。听到我这样说，小叔才算是放下心来。琪琪，在你婶婶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，否则她很可能会和我离婚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第二天一早，小婶婶就挺着大肚子来找我：“琪琪呀，我很快就要生了，现在养胎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叔说你现在没地方住，要在这里暂住几天，但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定些规矩。”说着，他拿出一张 A4 纸，开始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。因为我随时都需要休息，所以你在这里住的时候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能发出任何噪音。还有，因为我怀孕了，行动不便，你不能带任何人来家里做客。3. 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，在我面前3米之内，请不要使用任何电子产品，这包括但不限于手机、iPad 等。9. 为了保证我的休息，晚上10点之后，家里必须保持安静，锁门熄灯。如果你晚上有活动，请10点前回家。10. 我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工作并独立，找到工作后，也请你尽快搬出去住。他念完这些规矩后，把那纸递给我，要我签字确认。我看了眼一旁的小叔，他对着我又是挤眉弄眼，又是偷偷做拜托的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。婶子，这些规矩我都没问题，我生活习惯很好，不会打扰到你的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生宝宝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帮忙照顾。小婶听了我的话，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，满意地点点头回房了。我回国后一直忙到晚上，小叔又来找我聊天：“琪琪，你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啊？什么时候再去美国？”小叔，我已经决定留在国内创业了，不再去美国了。小叔听后有些失望，年轻人创业都是去1线城市，那里机会更多，但我想留在家乡创业，项目都已经想好了，过几天就开始筹备。我十分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小叔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很快他就调整过来，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：“
琪琪，你放心，等你婶子生完孩子，我们就搬出去住。我笑了笑，叔，看你们说的，你们在这里住得好好的，不用急着搬。然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沈开始旁敲侧击地暗示我搬走，我假装听不懂他的意思，于是他渐渐失去了耐心，和我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不客气。真是没见过这种不要脸的亲戚，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一样，还以为自己是从国外回来的大小姐呢。全家人都得惯着他。对于这些冷嘲热讽，我选择了无视。一来，我不想和孕妇计较；二来，我也相信小叔会处理好这件事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有天晚上，我刚躺下准备休息时，卧室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以前装修时候，固定电话还没完全淘汰，所以家里几个电话都是联通的，通话内容都能听见。我接起电话后，听到是小叔和奶奶在说话。原本想挂断电话，却突然听到他们谈论起了我。妈，得想办法把琪琪撵走啊！茵茵就要生了，要是让她知道房子不是我的，就要离婚。到时候你就见不到你亲孙子了，说不定还会让宝宝改姓。小叔的声音都带着哭腔，我心中冰凉，真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。奶奶一听就急了，琪琪她一个女孩子，以后早晚要嫁人，要房子干什么？房子当然留给你。我心里很气，奶奶重男轻女，从小就不待见我，说我是赔钱货。想起以前过年过生日，小叔要什么吃的玩的，无论多贵他都给买，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连1块糖都没给我买过。每个月爸妈都给老家寄钱，奶奶生活开销、看病住院都是找爸妈，小叔吃住在家却从来没出过1分钱。现在他居然还要把我的房子给小叔。小叔乘机煽风点火，他和咱商量就突然回来，肯定就是想把我们走。奶奶怒了，他敢，我就打电话让老大回来，让他把房子给你住。茵茵说房子要加他的名字，说了好几次了，以后你孙子还要在这里念重点小学，得上户口，你要让哥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事才稳妥。行了，妈会想办法。放下电话，我脊背发凉，自己的奶奶和叔叔居然背地里这么算计我。找爸妈商量，我摇摇头，奶奶一发火，他们就怂了，根本没用。一整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着先把创业的事情办妥，等着生完孩子，一定要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准备出门，小婶婶把我给拦住了。你每天出门开车，这油钱、停车费多贵啊！附近有公交、地铁，还有共享单车。年轻人不要贪图享受，要学会吃苦。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，应道：婶子不用担心，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。如果每天地铁、公交，那交通上效率太低，晚上回来就太晚了，也会吵到你，不是吗？小婶婶眼睛瞪得很大，假睫毛都快掉下来了。这车要20多万，万一有个磕磕碰碰，就得好几千，你修得起吗？车子上了保险，我开车也会注意。我没时间和他磨叽，打开大门，他看我要走，涨红了脸，憋出一句话来：过几天我要去医院产检，要用车。我一怔，没弄明白他到底想要说啥，应道：如果要用这部车去医院，提前说一声，钥匙在家里给小叔。他忍不住了，柳眉倒竖：这车你不许开走，你这丫头怎么脸皮那么厚，仗着你叔叔疼你，天天把车开走，我们要用车怎么办？这下我愣住了。小叔说这车也是他的，不是他的，
难道还是你的？他双手叉腰，想开车自己去买呀。别人的车，哪怕是你亲叔叔的，也不能当做你自己的，想开就开。我生气了，想起了那晚奶奶和小叔的话，从包包中抽出行驶证，塞进他手里。婶子，你看清楚，行驶证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小婶婶拿起行驶证一看，当场就呆住了，满脸狐疑看着我。你不是才毕业回国找工作吗？有钱买车？我在国内念本科时候，和几个同学做自媒体挣了不少钱，这车就是当时买的。可这也和他说不着，我没空理他了，拿回行驶证就出门了，爱咋地咋地。小沈被我对着，一肚子怒火发不出来，气得直跺脚。我忙了一整天，又困又累，赶在10点前到家，他们都休息了。我没开灯，摸黑回了自己房间，往床上一躺，却躺在一个人身上，吓得我从床上蹦起来，耳边也传来啊的一声尖叫。我忙把房间的灯打开，见我床上坐着个陌生女人，满面惊疑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我也惊叫出声。怎么了？发生啥事了？见到小叔和小沈也闻声出来，我依然惊魂未定。小叔，怎么有人在我房间里？小沈看着我，冷声说：这是我闺蜜，我把这间房租给她了，没经过我同意，你们怎么能把我的房间租给别人？我心中怒气翻涌。小沈脸色一变，冷声道：这是我家，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。我皱起了眉头，没理他，冷冷看着小叔：为什么不先和我商量？小叔脸上露出尴尬的笑：你不是这个时候才回来吗？现在商量也不迟。我屋子里的东西呢？我这才发现我房间里的东西都不见了。小叔尴尬道：都收拾到杂物间去了。我冲到杂物间，看着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样本模型被拆散了，被塞在一个纸箱子里，我的设计的图纸也被皱巴巴揉成一团，边上拖把上的污水一滴一滴滴在图纸上。我此刻已经出离的愤怒了，全身都在颤抖。我拿人家当一家人，可人家千方百计要撵走我，见我怒不可遏。小沈叹了口气：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，何况咱们还不是一家人。我闺蜜住在这里，每月付8000房租，你一定要赖在这里也不是不行，咱们是亲戚，算上伙食费，我吃点亏，你一个月也给8000就行。8000，整个房子出租都未必能租到8000。我气急：琪，你先别生气，叔和你再商量商量。小叔过来想拉我去书房，被我一把推开。我冷冷看着他，他低下头，目光躲闪，不敢看我。小沈抬起下巴，用鼻孔看着我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叔辛苦养着全家人，多不容易，你不应该为他分担分担吗？你都有钱买车了，为什么没钱付房租？让你在我这里白吃白住这么久，你还有脾气了？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明白了，所谓房子租给闺蜜，不过是找来一个托让我付房租。我不想再惯着他们了。小沈，平常你3番5次对我冷言冷语，我看你是长辈，又怀着孩子，从没和你计较。今天你说亲兄弟明算账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那咱们就把账算清楚。小沈听我这么说，终于露出笑脸：你明白就好，其实我也就是想把账算清楚，不过分吧？我冷笑：不过分，一点也不过分，只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房子不是小叔的，是我的。小叔脸色变了，阴狠地盯着我，哈哈。小沈好似听了个笑话似的：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。小姑娘家家满嘴跑火车。我冷冷看着她：那就看看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。
听到我的话，小沈明显一愣，扭头看向小叔沈小艺，他这是读书读傻了吧？小叔的脸色难看得像猪肝，但反应还是很快，急忙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琪琪只是和你开玩笑呢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不停地向我挤眉弄眼。我没理他，从包里拿出房产证，直接扔在他怀里。你要仔细看清楚了，这是谁的房子？到底是谁在满口跑火车？小沈面色狐疑，拿起那份房产证，脸色一僵，忽然变得煞白，双手也颤抖起来，冲着小叔吼道：“沈小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的吗？还说等孩子生了，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。”小叔脸色铁青，看着我的眼神也狠毒起来，厉声道：“琪琪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孩子出生，我就和你小沈搬出去。为什么你要闹得这么僵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叔叔？若是那天没有听见他和奶奶的电话，我就算不喜欢小沈，也肯定会觉得对不起小叔。可现在我早已经看透他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嘴脸。”我冷笑一声说：“小叔，我觉得小沈说的没错，亲兄弟都要明算账，何况咱们不是一家人。小沈一个房间让我交8000房租，我就按这个标准吧。你们住了1年，现在就把房租算算，一共96000元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”听我这么说，小沈傻了，痴痴看着我，茫然不知所措。小叔怒了，在客厅里暴跳如雷：“沈子琪，我可是你亲叔叔，你这样对我，刚才你们可不是这样说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用刚才小沈的话对回去：“让你们在我这里白住这么久，你们还有脾气了？你们都30多岁了，也要学会独立了，不是？我刚开始创业也不容易，你们一定要赖在这里，那就分担分担吧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小沈的那个闺蜜拖着箱子从房间里出来了。她紧了一眼小沈，嗤笑道：“茵茵，你不是整天说你老公多本事，有市中心学区房大平层，能给你加名字，还有一部沃尔沃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”小沈气得脸上的玻尿酸都在颤抖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”“别说了。”闺蜜脸色一沉：“以后这种破事别来找我帮忙，丢死人了。”看着她摔门而走，我一把抽回房产证，进屋收拾房间。客厅里传来小沈歇斯底里的叫骂。第2天，许是受了刺激，小沈去医院生了个男娃。小叔忙前忙后，既没付房租，也没提他们要搬走的事。我知道这事情没那么快结束，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爸爸被奶奶从外地叫回来，全家在医院外的饭店召开家庭会议。我来的时候，奶奶、爸爸、小叔、姑姑都到了，一家人把我围成一圈。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这是冲着我的房子来的。爸爸风尘仆仆，先冲着我说话：“琪琪，刚才小叔把事情都说了，爸爸得说你一句，你那天对小叔、小沈的话都说得太重了。他的性格懦弱，虽然是家里长子，但从小被奶奶 PUA， 在奶奶面前大声说话都不敢。对呀，姑姑也在一旁帮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把账算得那么清楚，做什么？”我紧了小叔一眼，笑了：“今天大家都在，我也说说，不是我不把小叔、小当一家，是他们不拿我当一家人。我住我自己家，小沈让我每个月给他交8000房租。”众人也一愣，显然不知道还有这个插曲，一道道目光齐齐看向小叔。小叔满脸委屈：“茵茵不知道房子的事吗？我本想等她生完孩子再和她说，可琪琪控自做主就说了，你这不是让我难堪吗？”我笑了：“
那如果这房子就是小叔你的，那我交房租就是应该的，对吧？现在反过来，我向你们要房租，那就是我的错了。小叔一怔，挠挠头，一时语塞。奶奶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冷峻：琪琪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小婶是孕妇，你何必要刺激她？她现在在医院，生下你小堂弟后，情绪也不太稳定，一直说要和你小叔离婚。你的小堂弟是我们沈家第3代唯一的男孩子，不是这套房子可以换来的。不要因为套房子闹得一家人不高兴，家人的感情比房子重要，你说是吗？听过上次奶奶和小叔的通话，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已经明白。听到他又把话题转到房子上，我笑了笑。奶奶说的对，他神色稍寂，转头对爸爸说：老大，房子的事情啥时候轮到孩子做主了？我们大人商量一下，就把事情定了吧。我转头看去，见到小叔眼底也透出几分期许，心中冷哼一声。我知道今天的正题来了。奶奶语重心长：老大，你们只有一个独生女，琪琪也早晚也要嫁人，她的孩子可不姓沈。等到你们100年之后，谁给你们披麻戴孝，家里的财产也都变成外姓的了，这样我们沈家岂不是很吃亏？我已经和老三商量好了，他们生的男孩子到时候过继给你，以后能给你们2口子养老送终。你把房子给老三的儿子。小叔也忙给爸爸斟了茶。哥，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，管你叫爸，管我叫叔。爸爸赶忙摆手：这就不用了，我也没什么财产，以后闺女是外嫁还是招婿，都会给我养老送终的。奶奶脸色一沉：你这套房子不就是财产吗？难道我们沈家的房子以后便宜外姓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我也不让你吃亏，你把房子过户给老三，老三孩子过继给你，还有以后我走了，我那套老房子也留给你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心中冷笑，奶奶这算盘打得可算是叮当响，用名义上的过继就可以轻轻松松拿下我家的房子。他住的那套老破小只有1室1厅，凭什么可以换我市中心的大平层学区房？况且当时这套老破小也是爸爸凑钱买的。爸爸当然也知道奶奶的意思，连忙将他说的话打断：妈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房子不是我出钱买的。全家人都一怔，爸爸满头大汗，讪笑道：不怕你们笑话，这些年我在外地没挣到钱，前几年买的房子是琪琪出的首付，按揭款也是他在交，装修的钱也是他自己出的，所以这房子才是琪琪的名字。房子当然也得由琪琪做主，你们和我商量不着。奶奶哼了一声，往椅背上一靠，斜着眼睛看他：老大，以前怎么没听你说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对呀。小叔也紧紧盯着爸爸，满脸不信。他一个学生，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爸爸擦擦额头的细汗：我从来没说那房子是我买的，况且你们也没问啊。奶奶和小叔互相看了一眼，显然对这个突发情况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早知道今天面临的是什么局面，从包里拿出资料递给他们。你们不信，可以看看付款记录和按揭合同。资料在他们手中传递，每个人眼里都透着惊异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怎么有这么多钱？奶奶仿佛不认识我一般，重新打量着我。前几年你大学都没毕业，钱是哪里来的？小叔看着我，满眼不甘。姑姑也凑近我：琪琪，姑姑以前就看好你，长大了果然有本事啊！你有什么门路，别忘了姑姑。有钱咱们自家人一起挣啊！好啊，等一会儿找个时间，我单独说给姑姑听。
姑姑脸上绽开了笑容，皱纹都舒展开了。奶奶脸色很难看，一拍大腿：“琪琪，你当时买了多少钱？”奶奶让小叔向你买。我无语了，奶奶生活费都是爸爸垫的，叔叔要是有钱，早自己买房子了。奶奶想的肯定是向我爸借钱来买我的房子，这多荒唐！可我知道，爸妈这几年因为口罩事件亏了不少钱，根本拿不出钱来，否则不会连房子装修都拿不出钱来。我心中鄙夷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合同上有，当时买了180万。奶奶看了一眼小叔，小叔摇摇头，又看了一眼爸爸，爸爸也苦笑摇摇头。他看向姑姑的时候，姑姑笑了：“妈，你看我干啥？你都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况且我老公那点3瓜2枣的工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都比脸都干净。你可别指望我。”奶奶哼了一声，看向我：“180万你小叔买了，先给你10万，你可以住房子里，但每月交房租。等房租交够了，剩下的170万，你小叔就把170付给你，咋样？”我无语了，真把我当傻子啊！奶奶的下限远远比我预料的要低。我平复情绪，淡然道：“奶奶可能搞错了。你们可以找个中介问问，现在房子10车位市场价格310万左右，你们没钱可以找银行贷款，我还可以再便宜些，算300万就好，省下来的10万，就算我给小堂弟的见面礼了。300万！”奶奶脸黑了，用力一拍桌子，砰一声，桌子上的茶杯都翻了。你180万买的，要卖300万，白眼狼！你连自己家人的钱也挣，你的良心被狗给吃了！我冷笑，我看了一眼爸爸，爸，你怎么说？你的房子，你们自己商量就好。爸爸陪笑，低着头尴尬喝茶。我叹了口气，这么窝囊的爸爸真是指望不上。小叔犹豫了下，凑近我说：“琪琪，这个房子你当时不是180万买的吗？我是你亲叔叔，你卖那么贵也不合适。你看这样，你那个基础上，小叔再给你加5万，我给你185万，叔没让你吃亏吧？”他这话还真说得出口。我这一家都是什么人啊？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小叔，我如果把房子卖给其他人的话，310万是没问题的。你给我185万，开玩笑呢？我光装修、家具、电器都花了多少钱？还有按揭利息，你这样算下来，我还要搭几10万进去。你真当我傻？是啊，是啊。姑姑等着我分享生财之道，分得清屁股该坐在那一边。现在房价涨了那么多，185万可买不到那么好的房子，还按原价买走，这不是妥妥坑人家吗？沈小李，你说什么？叔叔听他这么说，对他怒目而视。姑姑抬起下巴也瞪回去，两人目光在空中交错，闪着火星。我语气平缓，语速却丝毫不慢。我自己是不愿意卖房子，是你们一定要我卖，但我把房子卖了，也总得买套房子住吧。现在买房子价格比前几年涨了，我按原价卖了，买的时候谁来补差价？还有装修、家电、家具，这些钱谁出？奶奶和小叔的脸越来越黑。姑姑开口：“钱不够，可以找银行贷款，也可以把老房子拿去抵押。我认识一个担保公司，利息很便宜的。”奶奶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，盯着我说：“琪琪，你这是明摆着要和奶奶作对了。”我笑了：“奶奶，既然你们觉得价格不合适，市场上那么多房子，可以去随便选了。”一家人不欢而散。姑姑满心欢喜留下来问我生财之道。我和她说了什么是自媒体，什么是流量。
姑姑顿时就放弃了，不过她的脑子转得很快。琪琪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没有男朋友吧？我摇摇头，刚回国，我一心扑在创业上，哪有精力谈男朋友？姑姑这里有个合适的人选，和你很相配的。我再次摇头拒绝，家里这些亲戚，我算是受够了。姑姑拉着我说：“你放心，姑姑和他们不一样，姑姑疼你，终身大事肯定会替你把关。我给你介绍的男孩子一定是最好的。”我礼貌地再次婉拒，准备起身，他一把摁住我：“琪琪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，那个男孩子马上就来。”我无奈坐在饭店里等。姑姑拿出手机给我看那个男人的照片，那个男人看起来至少30多岁了，而且有点面熟。这不是姑父的侄子吗？以前吃席的时候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啊，你记性真好。姑姑说。我面色一僵，可他不是有老婆吗？姑姑讪笑道：“已经离了。我跟你说，二婚的男人最知道疼人了，成熟稳重，对未来的老婆肯定会更加珍惜。再加上他有个小孩，特别会照顾人。”什么？有个小孩？你说他有个小孩了都？我无语了，这是什么姑姑啊？让我一个海外留学的硕士嫁给别人做续弦就算了，还得给人家当后妈。我板着脸起身就要往外走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姑父的大侄子来了。姑姑让我们单独聊聊，出于礼貌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坐下聊了几分钟。无论是年龄、阅历、世界观等等各方面，我们都有很大差异。大侄子看我的眼神直勾勾的，让我一阵恶心。我找个借口说家里煤气罐爆炸了，起身离开，心想以后再也不要和姑姑有交集了。可走到饭店包厢外，我听见姑姑正躲在角落里打电话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。我留了个心眼，暗暗走近，听得她在说：“妈，我把在缅甸工作的那个外侄介绍给他，一旦他们2个定了，我就让大侄子把他带到缅甸去，那房子不就是弟弟的了吗？我当然是站在你这一边的，毕竟我也是沈家人，怎么能让自家的房子给外姓？”我退到包厢门口和他打招呼，他看的我马上又变成另外一副脸色。我告诉他不合适，也不等他答复，快步就往外走。很快，小叔家的孩子满月了，发了请帖让我去吃席。虽然闹得不愉快，但爸爸回外地了，我再不去就不合适了。那天晚上，满月宴在一个高端酒店里面举办。我刚进酒店，就看到了姑姑的那个外侄，心中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这大侄子是姑父家亲戚，平常和我们家根本没有来往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远远看到小沈和姑姑正在交头接耳嘀咕着，我悄悄走近，听到了我的名字，可他们看到了我出现就立刻闭嘴。姑姑目光躲闪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而小沈脸上露出些许得意。我微微一怔，他脸上露出的得意就是那种阴谋快要得逞的表情，让我的背脊有些发凉。我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担忧，立刻找来酒店的一个服务生领班，塞给他5000块钱，让他帮忙盯着我家里人有没有什么反常现象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服务生发短信告诉我，在我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小偷偷往我的饮料里酒了东西。我心中一阵阵恶寒，让服务生找机会把我的饮料和小沈的调换。宴席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看小沈说头晕，我也假装头晕。姑姑很快就过来搀扶我，将我扶到酒店楼上的钟点房里。她把我放在床上，然后小心翼翼退出去，把门关上。我悄悄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她正打着电话。我弟妹把她迷倒了，
人在508房间，房卡我这就送下去。记得一会儿你办事，你别开灯。生米煮成熟饭后，要把他带去缅甸。和他通话的人，应该就是那个大侄子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亲姑姑居然对我做出这种事，我强压下愤怒，心中满是阴冷。这个时候，小叔从对面房间里出来，低声问：“姐，怎么样？”姑姑指着我的房间，笑道：“你媳妇一整包迷药倒在琪琪饮料里面，她睡得和死猪一样。”小叔搓了搓手，呵呵笑。姑姑拉着他：“你媳妇可真毒，想出这么个馊主意，把我也拉下水。到时候你拿了房子，可别赖账哦。”小叔满脸诚恳：“姐你放心，茵茵说了，拿到房子你就把涛涛的户口迁进来，让他能上重点学校。到时候姐你也可以过来照顾他，包在我身上。”姑姑满意的笑了：“他人呢？光张嘴出主意，活都是我们干。”小叔往我对面那间509一指，睡着了。刚做完月子就出门，太累了。姑姑点点头：“行吧，那咱们先下去把客人送走再上来。”看着他们下了电梯，我心中越发阴冷，一个毒辣的想法在心中形成。之前我从来不会这么腹黑，但全家人这么算计我，我也不能惯着他们了。我打电话叫来那个服务生，用万能卡打开对面的房门，把小沈从509抬到508。小喝了我的那杯饮料，真的就像姑姑说的那样，睡得像死猪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然后我让服务生离开，自己则躲到509，从猫眼观察外面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那个猥琐的大侄子出了电梯，蹑手蹑脚走到508门口，把门轻轻开了一条缝，侧身闪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姑姑和小叔说着话走了过来。迷药的药效有多久？小叔问。茵茵说至少能睡12个小时以上。放心吧，等生米煮成熟饭，他醒不醒都无所谓了。你姐夫的侄子说了，他就喜欢这种高学历的美女，只要咱们帮他搞定，他答应会给咱们一大笔钱。到时候你有了钱，可别忘了你姐。两人说着，已经到了508门口。姑姑拿出房卡，却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。他和小叔面面相觑，脸上都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。这怎么回事？门怎么反锁了？姑姑低声惊呼，小叔脸上也变了颜色。别不是那小子已经完事走人了吧？姑姑急忙敲门，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拿出手机给大侄子打电话，也提示已经关机。这个时候，两人才开始慌了。姑姑用房卡不断刷门，却怎么都打不开。我在509房间内，心中一阵冷笑，想算计我，那我就让你们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两人敲了一会儿门，小叔忽然反应过来，不好，快下楼去看看那个男的走了没有。要是他真对琪琪做了什么，咱们可就把他得罪死了。趁现在没人发现，咱们快跑吧。两人慌慌张张进了电梯，我悄悄打开门，从509溜出来，然后又进了508。看着床上熟睡的小沈，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又用他的指纹解了锁，翻看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。这一看，我不由得心惊肉跳，原来小沈和姑姑之间还有不少的金钱交易。为了钱，小沈不止一次帮姑姑牵线搭桥，给姑姑介绍一些有钱的老头子，其中还有一段视频，点开之后，里面不堪入目的画面让我一阵恶心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小沈平时看起来温婉可人，
没想到背地里居然做这种勾当。我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坐在508房间内静静等待。没过多久，走廊上再次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小叔焦急的声音传来：“怎么样？他人呢？没找到，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打电话也关机。”姑姑也急得跳脚，这事儿要是让琪琪知道了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小叔没了主意，两人在门口商量了半天，也没商量出个结果。最后，姑姑一咬牙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咱们把这事儿推到他身上，就说是他偷了房卡，给琪琪下了药，咱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叔六神无主，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只要咱们咬死不认，他也没证据，难道他还能把咱们怎么样？姑姑说着，拿出房卡刷门。我躲在门后，心中冷笑连连。门被打开，两人走了进来。当看到床上的小沈，两人同时惊呼出声。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从门后闪身出来，冷冷看着他们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两人吓得不轻。姑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琪琪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我冷笑：“你们想把我迷晕，然后让那个男人占我便宜，对不对？”“不是这样的。”姑姑还想狡辩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出刚才拍的照片和视频。你们做的事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想不到你们这么卑鄙无耻。两人同时变了脸色。小叔结结巴巴道：“琪琪，你听我们解释，这都是误会。”“误会？”我冷笑连连。“是不是误会？咱们去警局说。”一听警局2个字，两人同时吓得脸色惨白。姑姑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抱着我的腿哀求：“琪琪，都是姑姑的错，是姑姑鬼迷心窍，你饶了姑姑这一次吧，姑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小叔也反应过来，跟着一起哀求。我看着他们丑态毕露的样子，心中一阵厌恶，同时也感到一阵悲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尽管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厌恶，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被情绪左右，我必须理智地处理这件事，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再受到任何侵犯。要我放过你们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听到我的话，姑姑和小叔立刻抬头，眼中露出希望的光芒。第一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不得再插手我家的任何事务，包括房产和其他财产。第二，你们要把所有关于这件事的真相告诉我，包括那个男人的信息，我要确保他不会再来骚扰我。第三，你们必须向我公开道歉，承认你们的错误。他们两人对视一眼，然后连连点头答应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什么都答应你。姑姑急切地说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心中并没有丝毫的同情。我知道我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承诺，但我也必须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。口说无凭，你们必须把这些条件写下来，签字画押。我说。他们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找来纸笔，按照我的要求写下了承诺书，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拿着这份承诺书，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。虽然我知道这份承诺书并不能完全保证他们不再作恶，但至少我有了一些保障。还有这个女人，我指了指还在昏睡的小沈，等她醒来，我会让她知道，她所做的一切都会付出代价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。在走廊上，我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将那个大侄子和姑姑小叔的阴谋告诉了警方。姑姑与小叔同为此案背后的黑手，尽管目标出错，却难逃法律的严惩。我通过网络平台揭露此事，瞬间引爆舆论。
姑父因此迅速与姑姑分道扬镳。奶奶年迈，警方在审问后选择不再深究，一夜过后便让她回家。然而她归家后便病倒，仿佛瞬间老去。电话中向我父亲哀求原谅，我选择了冷漠以对。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。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，我要变得更强大，才能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努力地改变自己。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，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险恶。我知道，只有我自己变得更强，才能应对未来更多的挑战。而那个曾经想要伤害我的家族，也因为他们的贪婪和自私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，但我也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。我必须坚强，必须勇敢，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对弱者温柔以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